vivo X100 Pro、小米14 Pro， 它俩都是新发布的比较火的手机啊。那怎么能不对比一下呢？是吧？注意看下方的进度条，我们的对比环节还是非常丰富的。希望您能点赞加关注，支持我们，因为这是让我们继续更新下去啊，继续活下去的动力。正式测试前还是鼓励摄影环节，我会用手机去瞎拍一些照片，我拍的不好，因为每次看到回复中很多人发的照片那是非常精彩的啊，所以希望大家多多参与到摄影中来。那前面的照片就是这两台手机所拍摄的，但是注意啊，是台手机就能拍，不光它俩能拍，关键是要参与到摄影中来。那欢迎收看 ZPH， 记得点赞加关注支持我们，因为这样对我们的独立发展非常有帮助。那下面就来看看这两台手机在影像方面的表现吧。先说一下两台手机的后摄配置啊，它们都是3颗镜头，3颗定焦镜头，没有光学变焦，没有光变。vivo X100 Pro 这边呢是 4.3 倍的长焦，而小米那边呢是 3.2 倍的长焦。现在是 vivo X100 Pro 的拍摄界面，它给了5个焦段切换按钮，其中的2倍跟10倍呢都是数码变焦。它在点击每一个焦段切换按钮的时候，会显示当前的等效焦段，这点还是非常不错的，可以让大家了解一些摄影的知识。还有呢，在点击1倍焦段的时候呢，还会切换出23、28、35这3个焦段啊。当然了，28跟35焦段呢也是数码变焦啊。在拍摄界面中可以选择3种色彩模式，那么这几种模式呢，可以根据大家自己的喜好去选择去试用一下。现在是小米14 Pro 的拍摄界面，它也给了4个焦段切换按钮，其中的2倍呢也是数码变焦，它也没有2倍的光学镜头。主摄是可以选择光圈大小的，从 f1.4 到 f4.0 跨了4档光圈。那么这点呢，上期已经讲了很详细了啊，这期就不再赘述了。同样的，在拍摄界面中也可以选择色彩模式啊，就是徕卡生动、徕卡经典2种模式。OK， 下面我们就来对比这两台手机各个镜头和各种应用场景下的表现了啊。还是先从主摄开始对比。从参数上看 ，vivo 的感光器更大，小米的光圈呢是可以调节的。那么 vivo 的光圈呢，官方说的是 1.75， 但是这里要说明一下啊，按照传统相机镜头光圈的划分呢，这个 1.75 要算成 f1.8， 0.05 呢就算公差了。除非你镜头的光圈能大于 f1.0， 才会保留后面的 0.05， 比如说 f0.95 这个级别的光圈。现在就是主摄的实拍样片，色彩模式呢我都拍了，我会随机选择它们的色彩模式进行对比啊。注意啊，无论什么色彩模式也不会改变它的光学素质。那么中心解析力两边的表现都很优秀啊，水平相当。镜组的光学质量，也就是边角画质把控方面，这可看的是镜组的光学水平啊，这可是造价啊，这可是成本。那么 vivo 这边的表现还是不错的，仔细看呢，它稍微的比小米那边强一点。当然这可不容易啊，因为 vivo 的感光器更大，它是更不利于把控边角画质的。那么小米那边呢，光圈更大，它也是不利于把控边角画质的，所以小米那边的表现也不错。再看一组主摄的对比，这回颜色的差距有点大了。小米那边用的是徕卡经典模式啊，你们更喜欢哪边的色彩呢？那中心解析力，这回是 vivo 的更优秀了啊，细节呈现更多。是不是又有人说锐化了？我告诉你啊，锐化是不可能凭空添加细节的，所以不要学个词儿就老用啊，要学会仔细看、仔细分辨。镜组的光学质量，这回看另一边的边角画质把控，两边是都有下降的啊，但是都属于不错的范围内的。
两台主摄都有5000万像素高清模式，但是解析力方面呢 ，vivo 这边还是更强的。那么这个结果呢，跟上期小米13 Ultra 对比小米14 Pro 的结果是一样的。再看超广角镜头，从参数上说呢，光圈是 vivo 的更大，视角呢是小米的更广。现在就是超广角的实拍样片，这地面的颜色差别还是挺大的啊。你们更喜欢哪边的风格呢？那么视角差距如图所示，这个红边就是 vivo 拍不到的范围。那么中心解析力方面啊，两边差不多。镜组的光学质量，也就是边角画质把控上呢，小米这边稍微好一些啊。再看一组超广角的对比，中心解析力方面呢，两边还是水平相当的。镜组的光源质量，这回看另一边的边角画质把控，那么这回画质下降的是差不多了。两台超广角也是有5000万像素高清模式的，那么中心解析力方面呢，也是 vivo 的强一点。再说中长焦这块啊 ，vivo 有一颗4.3倍的镜头，小米是3.2倍的。感光器 vivo 更大，光圈呢是小米的更大。这两台手机的中长焦镜头对焦还都是不错的啊。下面咱们就直接看实拍样片，先从2倍开始看起，它们都是主摄的数码变焦，而且都是用主摄的高清模式拍摄的啊。那中心解析力呢是 vivo 的更优秀，那这也符合主摄高清模式的对比结果。现在是3.2倍的对比。vivo 还是主摄的数码变焦，小米是光学焦段了。那么解析力方面呢，小米的更优秀。现在 vivo 是4.7倍，小米是5倍。那小米就是数码变焦了 ，vivo 是光学焦段。那解析力的差距呢也是很大的啊 ，vivo 更强。他们俩的中长焦镜头都有5000万像素高清模式，但是结果嘛是没有悬念的啊 ，vivo 的强很多。最后再看一组10倍的吧，10倍都是用他们的长焦镜头的高清模式拍完再裁切的。那解析力上呢也是没有悬念的啊 ，vivo 强很多。微距测试的环节放在了长焦后面，是因为他们两台手机拍摄微距最好的镜头都是长焦镜头。那从实拍效果上看，就是放大比啊、解析力啊，他们做的都很不错。但是从实拍的色彩上看呀，还是 vivo 这边更好一些啊。当然了，小米的这颗长焦微距效果也是不错的，就是颜色上嘛，看起来没有 vivo 的好看啊。从直出颜色上看。再看前摄，先说自拍，用的就是前摄镜头的默认设置，没有调其他的。从实拍效果上看，两边可以说做的都很好，颜色是有区别的，但是我觉得都没有问题啊。这两种颜色我觉得都挺好看。那 vivo 的自拍呢是强项，那小米在这方面呢能跟 vivo 差不多，说明小米也是非常厉害的。前摄录像这块的颜色表现呢跟自拍还是很像的，清晰度呢两边都不错，但是防抖上呢 vivo 还是没有小米的稳。希望后期软件升级呢，可以提高一下前摄录像的防抖。再说人像拍摄 ，vivo 在拍摄人像方面啊，一直是强项啊，很厉害。无论是人物肤色呀，还是背景颜色呀，看起来都很精致。那么小米的表现呢，也很不错，但是在精致方面呢，仔细对比，那比如说人物的肤色呀、眉眼之间的感觉呀，还有衣服的颜色呀、背景的颜色呀，在这些方面呢，跟 vivo 比还是不够老辣。再看直出扩张度的表现，先看第一个场景，难度不是很高。主摄的表现上看起来小米的更好啊，暗部细节能按得下去，而且还有细节。那么超广角的表现呢，也是如此。第二个场景难度提高了一些，主摄的表现两边都很优秀。超广角呢，暗部细节是小米的呈现更充分。再换一个场景，难度又提高了一些啊，主摄的表现两边都很优秀，但是超广角的表现结果反过来了。暗部细节呈现是 vivo 的更好了，小米已经有缺失了啊。场景难度继续提高，这个场景主摄的表现亮部的差距是比较大的，小米那边亮部的数值呢已经有缺失了，已经有展现不出来的地方了。那么超广角呢也是如此，而且暗部细节呢也是 vivo 呈现的更丰富。最后一个场景主摄的表现，暗部细节呈现又是小米的更好了，亮部细节呢仔细看呢，小米还是有些缺失啊，没有 vivo 的表现好。超广角呢，就是 vivo 的更优秀了。那么扩张度的表现上呢，两台手机可以说是互有胜负。再看夜景的表现，两台手机都是可以永久关闭自动夜景的，这点非常好。对于有宠物、有孩子的朋友，在暗光下拍摄时候呢，选择会更多。那么第一个经典的场景，主摄的表现、亮幕细节呈现两边都很好，暗幕细节呈现呢是小米的更丰富。超广角的表现呢，仔细看也是如此。下一个场景，主摄亮幕细节呈现呢，我觉得是小米的好，颜色更正。那么暗幕细节呈现呢，也是小米的更丰富。超广角的表现也是如此。现在是2倍的表现啊，当然也是主摄拍的，主摄数码变焦拍的。
亮幕细节呈现呢两边差不多，但是小米的颜色呢更正一些。暗幕细节啊，这回就是 vivo 的更好了。现在是长焦镜头的表现 ，vivo 4.7倍，小米3.2倍。亮幕细节呈现呢差不多，但是清晰度呢肯定是 vivo 的更好。暗幕细节呈现呢是小米的更丰富。从这个高难度场景开始呢，就是分水岭了。老观众都知道啊，很多手机在这个场景是拍不好的，但是 vivo 的直出呢，在这个场景的表现还是十分优秀的啊，比小米要强很多。超广角的表现呢也是如此。这个场景也是很极限的，在直出测试里边，阴影是非常暗的，也有强光。主摄的表现呢，细节呈现两边是差不多的，但是超广角的表现，暗幕细节呈现就轮到 vivo 的好了。昏暗的城市道路上，主摄的表现两边都很优秀啊。虽然说颜色有区别，那个是红绿灯的颜色造成的。超广角的表现呢，还是 vivo 的更优秀。好，极暗环境的测试开始了啊，看看厂家软硬件的配合怎么样。那么祖传神速场景呢？主摄的表现都很不错，但是超广角的表现还是 vivo 的优秀。健身器场景还是非常极限的。那么在夜景模式下，主摄的细节呈现开始出现了差距 ，vivo 的表现更优秀。那超广角的表现呢，也是 vivo 的优秀。主流小路的表现也是没有悬念的啊。从颜色还原上呢，就是 vivo 的好。那么细节展现呢，也是 vivo 的优秀。超广角的表现也是如此。很暗的祖传神速 Pro 这个场景肯定也是没有悬念的。主摄在整体的细节呈现，也就是清晰度方面，还有暗幕细节呈现方面，都是要比小米的主摄强的。超广角的表现呢，也是 vivo 的更好。老观众都知道，其实我们还有一个夜景测试场景叫女流氓小巷。现在这个地方呢，没有灯光了，非常的暗。那就算是 vivo 在这个场景也是搞不定的啊。希望有一天有一台手机可以在这个场景大杀四方吧。视频录制用的是手机的默认设置，也是最接近微信、抖音等社交软件录制的效果。现在是主摄的表现，清晰度、颜色两边做的都不错，但是防抖呢，小米的更优秀啊。希望 vivo 后期软件升级可以把防抖提高一些。现在是超广角的表现，虽然说颜色是有区别的，但是我觉得两边都还挺好看的。那么清晰度跟防抖呢，两边也都很好。现在是2倍录像的表现，它们都是用主摄数码变焦拍的。颜色方面呢，我觉得是小米的更好啊，防抖、清晰度两边都很不错。现在是长焦的表现 ，vivo 4.7倍，小米3.2倍，颜色是有区别的，但是我觉得都挺好看的，可能 vivo 更好看一些吧。但是 vivo 的防抖呢是没有小米好的啊，当然了，这也是后期软件升级可以搞定的。现在是10倍长焦录像的表现，那么这回呢，在清晰度方面，小米就没有 vivo 好了啊 ，vivo 这边的优势是非常明显的，而且颜色呢也是 vivo 的好。现在是夜晚主摄录像的表现，在清晰度还有细节呈现方面呢，都是 vivo 的优秀啊，优秀很多。鬼影呢两边都有。现在是超广角的表现，看似 vivo 稍微强点，但是仔细看呢，其实他们俩在这个场景下呢都搞不定。现在是长焦录像表现 ，vivo 4.7倍，小米3.2倍。但是呢，在这么暗的地方，他们的系统都会让主摄用数码变焦来代替长焦来拍摄了。那么暗幕细节呈现呢是 vivo 的更好，但是视频的清晰度啊是小米的更高。光源设计方面 ，vivo 的后摄采用的是圆形居中的方案，小米呢是方形往左上角靠的方案。那么你们更喜欢哪种造型呢？手机的正面造型呢没有什么可说的，屏幕的显示效果呢也都不错。处理器 vivo 这边用的是天玑最新最强的处理器，小米那边用的是骁龙最新最强的处理器。但是啊，至于游戏发热跑分这些呢，我估计你们比我们还清楚，因为我们是聊影像的节目啊。下面我们就直接总结一下他们俩在影像方面的表现。先说白天的表现，主摄 vivo X100 Pro 的更好，超广角呢算是各有优势，中焦和长焦都是 vivo X100 Pro 的更好。微距呢两边都不错，但是小米14 Pro 的直出色彩是没有 vivo X100 Pro 的好的。前摄自拍两边算是风格略有不同啊，但是效果都很好。前摄录像呢，小米14 Pro 的防抖更优秀。人像拍摄 vivo X100 Pro 的表现更惊艳。直出宽容度两边水平都不错，但是也是各有失误的。那么夜景的表现呢，城市夜景两边算是各有优势，但是极暗环境 vivo X100 Pro 的表现更好。录像呢，白天小米14 Pro 的主摄跟长焦的防抖更好，但是长焦的解析力啊是 vivo X100 的优势明显。那么超广角的表现呢，它俩都不错。夜晚录像的表现 vivo X100 Pro 主摄的优势还是挺明显的，长焦呢两边就算是各有优势吧。OK， 到结尾了，看完前面内容，希望可以在选择方面为您提供了帮助。
也希望您能喜欢我们的节目啊，记得点赞加关注支持我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